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北京时间2025年1月17号清晨，星舰进行了它的第7次集成飞行实验。参加这次飞试的是编号 B14 的超重和编号 S33 的飞船。B14 超重依然是 V1 版的超重，相比于以往没有太大的变化，依然使用的是33台第二代猛禽液氧甲烷发动机。只不过在这33台发动机中，有一台发动机是从上次星舰5飞时 Machzilla 的 Chopstick 回收的 B12 超重上拆下来的发动机，如今复用到了7飞的 B14 超重上。SpaceX 这么做显然是想加快超重从回收到复用的脚步。根据我的猜测，星舰要想投入商用，至少要在确保可靠性的基础上实现超重的全复用，如此才有可能在发射成本上和已经成熟的猎鹰9号系列火箭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我们知道，猎鹰9号火箭第一次成功的在陆上回收发生在2015年的12月，直到2017年3月底，复用的猎鹰9一子级才第一次成功的实现了发射。这个期间SpaceX 大约用了1年3个月的时间。星舰的超重在去年10月5飞中成功回收之后，这么快就开始测试猛禽发动机在实际使用中的重复使用能力。看来马斯克真的很希望星舰能够早日投入商用。这对于像我们这样的航天爱好者而言，肯定是件好事儿，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很快就能看到更为密集的星舰发射了。介绍完了7飞的超重，再让我们来看看7飞的星舰飞船。这次的飞船编号是 S33， 是在原来星舰飞船的基础上改进得来的 V2 版飞船。相比于 V1 版飞船， V2 版飞船的主要改进就包括了飞船的长度增加，并在此基础上适当的缩短了货舱的长度，增加了推进剂注箱的长度，使推进剂的携带量从原来的1200吨增加到了1500吨。第二点是改变了飞船前舵面的翼形，并把它的安装位置向更接近于头锥的方向移动，同时两片舵面呈明显的上返。估计这些变化主要作用就是为了降低飞船在返回时舵面上的热负荷，以及增加舵面对飞船的控制能力和自动回正能力。第三点是取消飞船上部分区域的防热瓦。这么做一方面是为了将来在飞船上安装用于筷子回收的支座积累数据，另一方面是为了测试飞船的真实耐热能力。我估计马斯克这么做还有一个目的，是为了降低成本。第四点，飞船内部的结构框架进行改进，由原来的横架结构改为冲压的加强筋结构。这个举动估计是为了减重和提高飞船整体的刚度而采取的措施。第五点，使用新型的防热材料，并增加了主动冷却系统。此举显然是为了提高飞船的防热能力。第六点，改进飞船的供电系统、控制系统和通讯系统。根据 SpaceX 自己透露出来的信息，飞船载入时的飞行控制将有较大的改进，飞船将以更接近于打水漂的弹道重返大气层，以降低载入时的热负荷。而通讯系统的改进则可以使地面获得更加连续、清晰的舰上数据。第七点，改进飞船的推进剂转移系统。这条措施估计是为了提高推进剂在飞船内的大小注箱之间的转移效率，也为未来飞船尽快地实现在轨推进剂补充积累经验。第八点改进，推进剂供给系统升级。估计 SpaceX 之所以做出这项改进，很可能是因为在以前的星舰试飞中，飞船的推进剂供给系统已经出现了一些不为外界所知的问题，因此才下定决心进行改进。然而此举为这次星舰的7飞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当然这是后话，咱们待会儿再聊。介绍完了7飞的超重和飞船，咱们再来看看7飞的实验项目。不过在介绍实验项目之前，我要告诉大家，
七飞的星舰不同于以往，在这次飞行实验上，星舰携带了10颗最新的星链模拟星作为载荷。通过这次事件，大家也一定能够看出马斯克有多着急，想让星舰尽快的能够投入使用，来发射自己的星链卫星。根据 SpaceX 的计划，七飞的星舰将尝试实现以下的目标：首先就是尝试用筷子再次回收返回的超重；第二就是尝试飞船释放模拟的星链卫星载荷；第三，飞船上的一台发动机将像6飞的飞船一样尝试在轨再次点火；第四，测试新的载入弹道和热防护系统的效果，测试飞船整体防热和耐热的性能；第五，尝试让飞船做出模拟筷子回收的动作，然后再在澳大利亚西北部的印度洋上降落。如此看来，星舰七飞的实验项目真的是不少。如果这些都成功了，不管是筷子回收飞船还是星舰商用，都应该指日可待。然而，事情的发展往往不能随人所愿，特别是针对新生事物而言。V2 飞船做出了这么多的改进，如果按照我们航天的习惯来评估，它的可靠性可能会比原来有较大的降低。后来的事实还真的证实了我的担忧。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在星舰的起飞过程中到底都发生了什么。北京时间2025年1月17号清晨6点40分左右，起飞的星舰发射升空，起飞的过程非常顺利，33台猛禽2发动机都成功点火，火箭很快地离开了发射台。大家请注意一下屏幕上的视频，当星舰飞行到大约43秒时，在画面左侧的中部，我们可以看到飞船上突然有一小条黑色的柔性材料被气流吹掀起来了。很多朋友都在这儿好奇，被掀起来的这个小条到底是什么东西？它被掀起来会不会影响飞船执行后续的任务呢？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得先找到这个小条到底在飞船上哪个部位。大家请看屏幕，屏幕中左侧的画面就是小条掀起时的截图，红色箭头所指示的部位就是掀起的小条。右侧是 S33 飞船在此前被拍摄的照片，被掀起的小条应该是位于船体的左侧，而照片是从飞船的右侧进行拍摄的。不过这没有关系，一般来讲飞船都是左右对称的，所以我们依然可以想到这个小条应该就位于屏幕右侧红色箭头所指示区域的对称一侧。本来在 V1 版星舰飞船上，在这里也应该铺设 Top Rock 防热瓦。大家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就是 V1 版飞船 S31 飞船，红色箭头指示的就是安装在这儿的防热瓦。但是起飞的星舰为了在将来在这里安装用于筷子回收的制作，就取消了这里的防热瓦。这点 SpaceX 在以前在推特上也提到过。我估计取消之后， SpaceX 对这里的热防护仍然有所担心，所以就在这里铺设了黑色的类似防热纤维的柔性防热材料。关于防热纤维，我在我的讲航天热防护的第2和第3期节目里已经向大家做过介绍，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前往查阅。在这儿我就不过多占用大家的时间了。大家现在从屏幕左侧看到的照片能更清晰地显示这里的情况。从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出 S33 和 Machzella 标记旁边黑色的方块区域和它后面的黑色防热瓦不同，它们有着明显的厚度差。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铺设防热瓦的区域其实既有防热瓦，并且在防热瓦和飞船之间还存在着隔热纤维，因此自然要比仅铺设了防热纤维的黑色方块区域要厚一些。至于这些黑色的防热纤维材料具体是什么东西，这个我暂时还说不好。我高度怀疑这些很可能是某种碳化硅或者是碳氧化硅防热纤维。如果这么考虑，这个小条的位置就正好是对应上了。基于以上的分析，我觉得
星舰起飞时被掀起的这个小条就是铺设在这儿的防热纤维，只不过由于某种原因没有被铺设牢靠，被强大的气流给掀了起来。至于说小条的掀起会不会对飞船造成什么影响，这个还不太好说，但我感觉大概率影响不大。在这里铺设防热纤维本来就是一种锦上添花的举动，未来真的在这里安装了回收之作，不也铺不了防热纤维吗？但是作为产品的质量管理，出现这种现象，说明 SpaceX 的管理工作还没有完全做到位，需要有进一步的改进。解释完了起飞过程中被掀起的小条，让咱们继续来看看星舰的起飞。2分32秒，超重的33台发动机中的30台按照计划顺利关机，仅保留了超重上位于中央的3台发动机继续工作。随后，飞船发动机的点火以及飞船与超重的分离也是非常顺利。然而，在分离后不久，超重上就出现了这次飞行实验里的第二个异常现象，这就是按照计划，分离后的超重应该立即让位于中圈的10台发动机再次点火，完成后空翻动作，返回到发射场，准备让筷子进行回收。但是从现场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中圈的10台发动机中有1台在这个环节没有能够成功点火，超重是仅靠剩余的9台再加上内圈的3台发动机完成后空翻动作的。不过这台在后空翻时没有点火成功的发动机，到后来的 landing burn 的第1阶段又实现了成功的点火，助力超重实现了快速的减速，最终超重成功被筷子回收，引得了无数的喝彩。回收虽然成功，但是超重的发动机或者是燃料供给系统的可靠性还需要有进一步的提高。这一次是有惊无险，下一次能否有这么幸运就不好说了。另外，这台首次再点火不成功的发动机是否就是那台从 B12 上拆下复用的发动机，目前还不得而知。但从 landing burn 点火成功来看，发动机复用问题不大。在与超重分离之后，星舰飞船的飞行还算正常，但是在超重被成功回收后不久，飞船上的发动机按照计划应该全部关机，然而在此时却又出现了问题。根据屏幕上显示的信息，首先表现异常的是，这次飞船发动机的关机没有像以前一样表现出高度的关机同步性。我们看到的是，在飞船上一台海平面板猛禽发动机率先关机，接着第2台海平面板猛禽发动机也实现了关机，随后一台真空板猛禽发动机也关机了，再往后第2台真空板发动机和最后一台海平面板猛禽发动机先后关机。然而屏幕上的信号显示，最后一台真空板猛禽发动机却一直没有关机。很快显示的飞船速度和高度也都不再变化。在这时 SpaceX 的主持人告诉大家，飞船和地面失去了联系。没过多久，推特上就出现了自称拍摄于多米尼克的飞船在飞行途中解体的视频和照片。在这儿我不能判断这些视频和照片的真假，我之所以把这些视频放出来给大家欣赏，是因为没过多久，马斯克就发推说，初步迹象表明，飞船发动机防热罩上方的空腔里出现了氧气和燃料的泄漏，暗示着飞船可能真的是决体了。不久 SpaceX 也发推表示，飞船在上升燃烧过程中经历了一次快速的意外解体，因此原来计划的后续实验项目也无法继续进行。从这2条推文来看，视频是真的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对于这次意外，我怀疑是否是飞船升级的推进剂供给系统存在问题导致了泄漏，或者还有其他的原因。所有这些都有待于 SpaceX 做进一步的调查，在这儿我们就不多做分析了。星舰的起飞虽然谈不上圆满成功，但是超重的再次成功回收已经明确地向我们表示，筷子回收火箭是完全可行的，而且V1版超重已经具有了相当的可靠性。
马斯克和 SpaceX 并不害怕失败，相反，他们能够不断地从失败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不然，从星舰的首飞到六飞，又怎么能取得不断的进步呢？这不，马斯克在推文中就继续表示，这次事件不会影响到后续的星舰发射。这对于广大的航天爱好者来说，应该可以说是个好消息吧。所以，我们这些吃瓜的航天爱好者，还是搬好小板凳，等待着看星舰的8飞吧。好，关于星舰7飞，今天就简单的和大家聊到这里。不知道您在听了之后有什么别的想法，欢迎您给我留言，咱们可以一起讨论。在节目的最后，我提醒您，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